Agent 创世纪频道为您解读一项突破性研究。来自格拉斯哥与达特茅斯的科学家团队在科学进展上发表了最新重要成果。他们发现大脑内部存在一个三维导航引擎，这个引擎堪称真实世界的生物 GPS， 它能让普通人即使在崎岖地形中精准定位。这项研究揭示了海马体位置细胞的运作秘密，它挑战了传统二维导航理论的空间认知，为下一代仿生机器人和无人机算法提供新思路。诺贝尔奖揭示平坦二维迷宫的完美坐标系，但真实世界中遍布高山丘陵与楼梯等起伏。科学界已完全理解二维平面中的导航机制，但面对真实的三维地形定位系统仍是未解之谜。长久以来，这个谜团一直困扰着神经科学界。左侧展示带有坐标网格的平坦迷宫，右侧是崎岖的三维山丘地形与巨大问号。这种对比凸显了真实与现有认知的巨大鸿沟。科学界此前提出了3种大脑三维导航假说。体积映射假说认为大脑会网格化整个立体空间，水平投影假说主张大脑忽略起伏，强行将地形踩平。表面贴合假说则认为地图紧贴地表，随地形变化。每种假说对大脑编码策略都有完全不同的计算假设，它们分别依赖不同的神经证据与理论框架，但究竟哪种机制是真实的，一直没有被实验判定。这迫使科学家设计新的实验来分离和检验这些假说。实验盒长3米，宽 1.5 米，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使用平坦底面作为稳定的对照基准。第二阶段，地板替换为波浪山脊，高度 0.45 米。第三阶段，再次切换回平坦地板，形成完整序列。整个过程中，房间与墙壁保持恒定，唯一变量是地形。大鼠在平坦与起伏地表间无缝移动，位置细胞被实时记录。这种精巧控制可直接观察地形变化对导航的影响。实验结果将揭示大脑如何应对三维起伏地形。研究团队从海马体 DCA1 区域记录了653个锥体神经元，他们使用微驱动器将电极精准植入目标脑区，同时配备3维实时 LED 动作捕捉系统，追踪大鼠移动。这套系统能高精度捕捉复杂地形中的每一个微小动作。脑切片图像随后验证了植入位置的准确性。这些技术参数保证了实验数据的高质量与可靠性。顶尖技术支撑是克服实验困难的关键前提。精密记录为理解大脑三维导航提供了可信数据。大鼠从平地进入起伏山丘，大脑定位系统重置。热力图对比显示，细胞活动模式彻底改变。平地定位场集中红色园区，山丘变为分散斑点。这说明大脑没有简单弯曲原有地图来适应地形，恰恰相反，它直接丢弃了旧的坐标系统，然后瞬间生成了一张全新的空间地图。这一过程在神经学上被称为全局重映射。全局重映射表明大脑能够实时重绘空间地图。第二个重要发现是定位场密度在崎岖地形中激增。平地环境中每个细胞平均仅有 1.8 个定位场，而在起伏山丘上这个数字达到 2.7 个。即使完全排除地形表面积增大带来的影响，每平方米的定位节点仍然净增30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大脑的定位分辨率得到显著提高。崎岖地形迫使海马体动用更多的计算资源，同时定位场变得更加紧凑和密集，精度提升。上下坡地形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持续感觉反馈。内耳前庭系统实时传递平衡与重力信息。肌肉与关节的动觉阻力记录每一步的用力变化。爪子触觉敏锐感知坡面纹理与支撑硬度。大脑必须完整整合这3类物理数据。整合过程要求海马体绘制出更精细导航网格，这正是崎岖地形下定位密度激增的根本原因。感官输入越丰富，大脑的空间分辨率就越高。关键发现3：定位场拉伸方向平行于地形轮廓。在3维山丘地形中观察到大鼠海马体位置细胞放电。热力图显示，红色高亮区域沿等高线横向延伸。这些椭圆形定位场沿着山脊与山谷走向排列，因为在平地上，定位场通常沿着墙壁延伸。起伏地形中，等高线取代墙壁成为新物理边界。这意味着大脑导航地图紧贴地形几何起伏，拉伸方向与等高线一致，地形几何强制塑造了空间编码。主流继承者表示，模型认为地图由行为轨迹决定。按照该模型，大鼠爬坡时定位场应沿坡道上下拉伸，但实际观测发现，
定位场沿着等高线横向拉伸，与运动方向呈90度垂直，完全不符模型预测。实验数据毫不留情地推翻了行为决定地图的假说。大脑的空间编码并不依赖行为轨迹本身，地形的几何结构才是塑造导航地图的关键。这一发现挑战了多年来导航计算的核心假设。大约1/3的定位细胞展现出惊人的重复放电模式。当大鼠依次爬过3个完全相同的山脊时，这些细胞在每个山脊的相同位置准时激活。它们不记录绝对坐标，只编码地形的几何形状。这种特性让它们被称为地形细胞，成为一种新型神经编码。实验热力图上3个波峰的红白准星标记几乎完全重合。这一现象证明，大脑能识别并复制相似的几何结构。它揭示海马体不仅感知位置，更抽象地提取地形特征。该发现为空间认知的几何编码理论提供了直接证据。空间自相关分析揭示了放电周期的精确内在规律。这些地形细胞的放电峰值间隔精确为1米，3个山丘之间的物理间距恰好也是1米，横轴从-1米延伸到+2米，覆盖全部山脊。山顶与坡面特定位置均出现放电对齐现象。大脑将外部地形几何转化成了内部电信号节拍，这种精准匹配经过重复性得分验证，绝非巧合。地形细胞通过周期性放电编码重复结构的几何形状。科学家通过巧妙的对比实验进一步证实，位置细胞并非简单的海拔高度计。如果只测量海拔，细胞应在山丘两侧对称放电，但实际数据显示，放电仅出现在山丘的某一侧。这证明大脑感知的是坡面几何，而非单纯高度。大脑不仅知道自己当前的海拔高度，更清楚自己处于哪种倾斜的几何面上。这种几何传感器特性为导航提供了关键信息。科学界拿出了2大 AI 模型来正面交锋。继承者表示，模型依赖行为轨迹与历史习惯，它在3维地形面前彻底失败，无法解释横向拉伸与地形复制。而边界向量细胞模型完全基于几何距离与障碍物，它完美预测了地形映射、拉伸与复制等所有特征。红色框与绿色框给出了胜负分明的答案，这直接验证了地形几何边界才是导航的核心。边界向量细胞是大脑中的生物雷达，它不关心你所在的具体位置，它只计算到最近物理边界的距离，同时记录边界所处的相对角度。只要特定距离出现墙壁或悬崖，这些细胞就会立刻被激活。它们为大脑提供几何边界信息，这是3维导航的底层感知机制。大脑处理陡峭斜坡的方式与处理砖墙完全相同，这是边界向量细胞模型的核心破局点。地面的几何起伏成为全新的物理边界。科学家通过3部演化图展示了这一连续变换，从面对平直墙壁开始，墙壁逐渐变形，最终演化为一个可攀爬的斜坡。大脑的雷达机制依然对斜坡保持扫描，地形的坡度因此被转化为边界信号。当科学家将山脊视为墙壁的规则写入 AI 模型后，计算机生成的热力图与大鼠真实脑数据几乎完全一致。左侧模拟结果呈现清晰规整的放电图谱，而右侧真实数据虽带有噪声，但规律相同。这种重合并非偶然，而是边界向量假说的直接验证。实验表明，大脑对地形几何边界的处理机制可以被算法精确复现。2个来源的定位场在位置拉伸方向和密度上都高度匹配，这为仿生导航算法提供了可靠的生物模板。研究团队通过空间自相关分析进一步量化了2组数据的一致性，结果确认地形几何边界是驱动海马体空间编码的核心变量。边界效应图表清晰证实了一个重要空间规律：越靠近墙壁或山丘的物理边界，定位场面积越小，这意味着大脑在该区域的定位分辨率会大幅提高。真实大鼠数据与 BVC 模型曲线都向右下方倾斜，从中心区域到墙壁附近，定位场面积持续快速缩小，环境的几何压迫感直接转化为更高的导航精确度。这种动态调节机制使复杂地形中的定位更可靠。大脑通过物理边界来精细化空间地图的分辨率。几十年来，科学界一直认为大脑的边界指的就是不可逾越的死胡同与砖墙，但这项研究彻底打破了这一传统认知。大脑的 GPS 引擎不仅能识别死路，还能感知脚下可踏足的地形。它会把柔软的坡度起伏也视为核心的导航信标。
这标志着空间认知领域的一次范式大转变。边界不再是刚性的、不可穿越的物理阻隔，可穿越的柔软地形同样能成为大脑定位的参考。大脑对空间边界的定义远比我们过去想象的更灵活。此发现是生物学突破，也是工程学指引。团队模仿海马体处理三维地形几何的机制，算法用于越野机器人、无人物流车和无人机。它不依赖平坦假设，能适应真实崎岖地形。大脑用极低算力完成高精度三维定位。仿生导航有望大幅降低无人系统的能耗，它还能在复杂地形中实现稳定路径规划。未来无人系统将像生物一样自主导航。大脑生成紧贴地表的表面地图，而非立体空间。崎岖地形让定位网格密度激增了 30%， 定位场被等高线强制拉伸，不随轨迹变化。山丘斜坡被大脑视为物理墙壁并复制坐标。这4项发现共同揭示了大脑导航的核心原理。地形几何边界才是定位精度的真正决定因素。我们的内部宇宙映射着大地的真实起伏，空间认知的范式已经发生根本性转变。大脑3维导航引擎完全基于地形几何边界构建空间地图。研究团队验证了边界向量细胞模型的核心预测，模型预测与大鼠真实脑放电数据几乎完美重合，这证明大脑视陡峭斜坡为不可逾越的物理墙壁。空间认知的范式因此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仿生导航算法模仿这一机制，处理野外复杂地形，越野机器人、无人物流车不再受限于平坦路面。论文发表于科学进展，为下一代导航技术奠基。大脑内部宇宙映射着大地的真实起伏。